对于那些被严重颤抖困扰的患者，我们就要进入治疗阶梯的顶端了。手术。是的，老实说，光是听到要在脑部动手术，就让人觉得很害怕。我完全理解这种恐惧，但现代神经外科的精准度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一种是深层脑部刺激术 （DBS）。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脑的节律器。医生会透过一个极小的开口，将一根细如发丝的电极精准植入到大脑深处一个叫视丘的颤抖控制中枢。哇，这个电极会连接到一个埋在胸前皮下的电池，持续释放微弱电流，去盖过或干扰产生颤抖的异常讯号。在脑子里植入一个电极，风险高吗？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 DBS 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可逆性和可调控性。可以调整。对，植入后，医生可以像遥控电视一样，用体外的控制器随时调整电流的强度，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如果未来有更好的技术，也可以把它关掉或移除。好的，那另一种听起来就更像科幻电影了，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它甚至不用开颅，不用动刀，这怎么可能做到？这项技术，真的算是一个医学奇迹。治疗时，你会戴上一个布满上千个超音波探头的特殊头盔，然后躺进磁振造影仪器里。仪器会发射上千束微弱的超音波，单独一束能量很低，不会伤害路径上的脑组织，但所有的因数会像用放大镜聚焦阳光一样。完全正确，精准地汇聚在脑部深处那个叫做视丘负中和米粒大小的目标上。所以能量只在那个焦点上叠加，产生高温来把它烧灼掉。对，焦点温度会瞬间升高到摄氏60度左右，造成一个微小回损，从而阻断颤抖的回路。太神奇了。最神奇的是，病人全程清醒。医生会在旁边请你画螺旋线或拿水杯，我们可以及时看到颤抖消失。我听一位执行手术的医生分享过，当他看到病人举起原本抖到不行的手，稳稳地对他比个赞的时候，那个瞬间，哇，真的会让你觉得自己活在未来。这太惊人了。今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了原发性颤抖，总结几个重点。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动作性颤抖，跟帕金森氏症的静止性颤抖有根本的不同。对，诊断需要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不能单看手抖就下定论。而治疗策略是一座阶梯，从最基础的压力管理、生活辅具到药物，再到像大脑节律器或无创这样的高科技疗法，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的选择。没错，无论是为自己、为家人，或纯粹是为了增广见闻，理解这些医学知识，真的能帮助我们破除迷思。当你下次看到有人手抖时，心里想的不再是他好紧张，或他是不是生了重病，而是一种更清晰理性的理解。正确的认识是关怀与寻求有效帮助的第一步。而且这次的资料也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医学界已经不再把原发性颤抖只看作是手部的问题，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可能影响走路、认知和情绪的一个复杂的大脑症候群。对，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思考点。当我们的目光从颤抖这个单一症状转向大脑整体的神经网络连接与运作时，未来10年，我们对于这个最常见的动作障碍还会有什么颠覆性的新发现？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能透过更早期的大脑讯号，在颤抖出现之前就介入治疗呢？这将是下一个激动人心的篇章。